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一个爆火的话题，台湾防空为何绝对不能打飞弹换飞弹的消耗战？长期以来，在探讨台湾海峡可能爆发的冲突时，我们经常能听到一种看似硬气的论调：台湾拥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防空飞弹网之一，无论是自制的天弓还是陆舰2，或者从美国买来的爱国者系统，只要有飞弹敢飞过来，我们就能做到来一枚打爆一枚。这种末端拦截思维在过去几十年的推演中一直被尊为防空标准答案。但是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这种飞弹换飞弹的防空逻辑在现代战争中其实是一条死路呢？这个观点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位前麦道航太驻台代表、军事专家廖鸿祥指出来的。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廖鸿祥代表受访时警告，台湾的防空绝对不能陷入算术战争的陷阱。如果只想着如何用飞弹拦截所有来袭弹药，那么台湾的防空体系即使在开战初期表现神勇，也会在短短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彻底崩溃。为什么会这样？廖鸿祥代表为什么不看好台湾的飞弹拦截体系？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拆解台湾引以为傲的防空飞弹网背后到底还面临着怎样的死穴。要看懂台湾防空的困境，我们必须先算一笔名叫防务经济学的账。不可否认，台湾的爱国者和天弓系统确实是世界上极其领先的防空武器，扫描雷达不但先进，拦截精度也很高，但问题却出在成本上。一枚爱国者的 PAC-3 拦截弹现在的造价已经飙升到了近400万美元，哪怕是台湾自制的天弓3型，单枚成本也绝对是100万美元级别的。而对手呢，若是拥有极其庞大的无人机和远火产业链，或者是大口径远程火箭弹，他们的造价可能只有区几万美元，甚至几千美元。但台湾坚持飞弹换飞弹的末端拦截打法，结果只有一种，那就是用法拉利去撞别人的拖拉机，用大炮打蚊子。就算每次都撞赢了，台湾的库存只怕也会在瞬间被掏空。而最要命的是，台湾是一个海岛，战时一旦遭到封锁，这些昂贵的防空飞弹打一枚就少一枚，根本得不到补充。所以台湾现在最大的防空困局是把拦截成功率误当成了防空体系优劣的唯一指标。一旦开战，对方根本不需要动用昂贵的弹道飞弹去打爱国者阵地，而是可以先发射几百架甚至几千架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混合着远程火箭弹，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的飞过来。台湾的防空雷达能看到吗？能看到，但是拦完这一波之后呢，发射架空了，雷达为了引导拦截弹也已经满负荷运转了，而高级防空飞弹库存更是完全见底。这时候真正致命的第2波、第3波高价值打击却接踵而至。看完这波分析，不少人或许还觉得这是在危言耸听，实际上这是正在世界上发生的现实。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东，看看正在上演的史诗狂怒行动。美国和以色列这2个拥有世界上最先进防空系统的国家，在面对伊朗的打击时，结果虽然是一路平推，但过程却着实有点煎熬，因为代价比想象中的高。根据军事分析师吴浩宇、冯爱丽的分析，在这场冲突中，伊朗大量运用了长程无人机与弹道飞弹，对以色列及中东多国发动攻击。面对这些廉价的空中威胁，美国及盟友不得不动用爱国者、萨德甚至标准3等高价拦截系统。结果呢，拦截率确实很高，但防守方的财政和后勤却在疯狂流血，以及攻防成本不对称。以色列虽然有大名鼎鼎的铁穹，拦截一枚火箭弹只要几万美元，但面对伊朗动辄几百架无人机和弹道飞弹的饱和攻击，就连财大气粗的以色列也扛不住了。有媒体报道指出，以色列已经开始限制高价防空系统的使用，被迫尝试用较低成本的拦截手段来应对，以减轻库存与财政的巨大压力。吴浩宇表示，这里成本不对等问题或许将成为未来战场的常态，进攻方完全可以通过低成本且可快速量产的武器，持续消耗防守方的昂贵资源，进而削弱其持久作战能力。毕竟连美军和以色列这种拥有强大军工产能的国家都感到吃力，那防空飞弹全靠进口和有限自制的台湾只会更加难受。那么既然飞弹换飞弹行不通，那台湾的天空到底该怎么防？廖鸿祥代表给出的答案是跳出末端拦截的物理迷思，打一场让敌人无法瞄准的战争。廖鸿祥代表特别提到了乌克兰战场带来的重要启示，
外界在看俄乌战争时，往往只盯着乌克兰的爱国者，今天击落了几枚匕首飞弹，或者俄罗斯的无人机又炸了几个发电厂，但内行看门道，真正值得台湾深刻研究的是俄乌双方是如何透过电子战去重塑现代战场。在俄乌战场，面对俄军的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飞弹，乌克兰的电子战部队通过发送虚假的 GPS 信号，让俄军的无人机误以为自己还在俄罗斯境内，或者是偏离预定航线，最后耗尽燃料坠毁在荒野里。同时，乌军又派出大量廉价无人机闪电出击，对俄罗斯多个高价值军工厂和武器库进行轮番轰炸。这波电子战与空中闪电战的配合，打得俄军鼻青脸肿。这就是乌克兰给予台湾的防空答案，也是廖鸿祥代表的主张。台湾的防空建设必须立刻转去建立一个真正具体且极具攻击性的电磁护盾。这个护盾可不仅仅是买几个干扰器那么简单，它首先意味着电子战绝不能再被视为传统飞弹、火炮的附属品或配角，同时还应该包含2个层面的硬核操作。第一，攻击性压制，也就是让人家的飞弹射不准；第二，防御性保护，让自己的眼睛瞎不了。比如，当在强电磁压制过来时，电磁护盾足以保护台湾自身的雷达感测器、通讯节点与指挥管制网络，必须确保在最恶劣的电磁环境下，防空指挥系统仍能维持最低限度甚至有效的运作。不过，建立电磁护盾只是第一步。廖鸿祥进一步指出，台湾真正需要的防空战力是打击体系的破坏能力。通俗来说，我们不能只盯着天上已经飞过来的箭，而是必须想办法解决掉拿着弓的人，也就是指挥管制节点、预警雷达以及通讯中继站这些节点。所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台湾的防卫投资也要发生转变，更积极的投资低轨雷达卫星群、商业遥测数据。现在，台湾防空的目标非常明确，提升对可能的军事活动的全天候掌握能力，并有效部署轨迹、雷达的开机信号，确保在对方第一枚飞弹升空之前启动强电磁干扰，或者是使用远程反辐射飞弹直接摧毁其发射阵地。不过，理论虽然很丰满，但现实却很骨感。目前的防空体系还面临着一个极度致命的内部缺陷，指挥管制整合严重不足。吴浩宇在分析伊朗防空体系崩溃的原因时指出，伊朗的防空装备虽然五花八门，涵盖了中国、俄罗斯和自制系统，但彼此之间极度缺乏整合与即时资源共享能力，不同系统间甚至还要靠人工跑腿传递数据。一旦关键指挥节点遭到美军的精准打击，整个防空网瞬间就会出现巨大缺口。这个教训对台湾来说简直就是一面镜子。台湾的防空武器种类不可谓不多，有美制的爱国者系统，有刚刚采购的 NASA MS 系统，还有本土研发的天宫、陆剑2以及野战防空的复仇者等。但这些系统大多采用独立的雷达与指挥架构，彼此之间的数据链并未实现完全的无缝融合。爱国者雷达看到的目标，天宫的发射架可能无法第一时间共享射击诸元。这种各自为战的状态，在面对高强度多维度的复合式威胁时，效率是极低的。因此，当务之急不是再去买多少枚飞弹，而是必须透过特别预算加快筹建新型防空系统，同时强化防空火网的整体协同能力，让全岛的雷达、飞弹、电子战设备能够在一颗超级大脑的指挥下实现数据实时共享、目标自动分配。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台湾之盾。值得注意的是，当所有的防空拦截、电子干扰都失效，战争不可避免地烧向本土时，台湾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冯爱丽指出，总统府今年公布的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透露出了很浓的临战意味。演训时间由1日延长为2日，并首次与最高级别的汉光演习深度结合。演习的科目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直接纳入了疏散撤离、医疗后送、交通管制及无人机运用等高烈度实战科目。演习的想定情境也已经由过去的灰色地带冲突直接提升至纵深防御与持久作战阶段。按照今年的演习规划，各县市被要求必须维持约80%的指挥调度能量，但参考乌俄战争的血泪经验，当战况真正进入激烈阶段，基础设施被大面积摧毁时，官方往往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收容与避难功能。所谓的80%调度能量在实战中能否经得起考验，仍需打一个巨大的问号。好在台湾对此有很大的作为，今年台湾首创了中央联合应变中心，
这是一个旨在打破军民壁垒的核心决策机构，由行政院统筹，并与联战指挥中心及地方应变体系无缝衔接，用以整合战综、动员与灾防机制，期望在平战转换的生死关头提升决策效率与军民协同能力。相信这个机构足以在未来极大增强台湾的防务韧性。总的来说，台湾的防空体系正站在一个决定生死的十字路口。美伊冲突与俄乌战争的炮火已经极其清晰地照亮了未来战争的残酷形态。昂贵的防空飞弹注定会被廉价的无人机蜂群耗干。寄希望于飞弹换飞弹的想法是一种极其短视且必然走向破产的幻想。台湾需要的不是买更多昂贵的矛和盾，而是打造一张让别人变成瞎子和聋子的电磁战网。好了，今天关于台湾防空体系的解析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一旦面对低成本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台湾的电子战能力能否真正撑起一面电磁护盾？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